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铁，这是我老婆。这里是越南顺化的一个著名景点——顺化金城，相当于北京的紫禁城。因为疫情的原因，这里的游客数量非常的少。尽管越南现在已经开放了，当然本期的视频不是来介绍顺化金城的，而是要聊一聊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老男人很容易娶到年轻的越南老婆。那么为什么今天想分享这么一个话题呢？因为我们在逛顺化金城的时候，有几个越南游客问我老婆，我是外国人吗？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很纳闷，为什么觉得我是外国人？因为中国人和越南人的脸呢其实是很相似的，难道是因为我的体型吗？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觉得我老婆看起来比我年轻很多，也就是所谓的老夫少妻嘛，所以他们觉得我是外国人。其实我觉得我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老，因为我才比我老婆大12岁，而且我觉得年龄差距在12岁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夫少妻，我觉得年龄差距要更大才能算得上，比方说20岁以上，甚至30岁以上。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老光棍在国内找老婆很困难，而来到越南后就可以轻松的找到年轻貌美的老婆呢？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认为年轻的越南老婆是为了钱，当然这个现象也是存在的，特别是一些通过中介找的。那么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想其实不然，但是有一个现象确实是真实的存在，那就是通常的老夫少妻中，男方的经济状况一般比女方的要好一点，所以物质因素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当然这里我说的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家庭，并不是通过中介服务，因为一般的越南女人如果去找中介服务找老公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很看重物质的，所以这种情况不在我今天分析的范畴。我今天要分析的情况是除通过中介以外的其他的正常的途径，自由恋爱也好，朋友的介绍也好。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的年轻女子还要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中国老光棍，那么她到底是图什么呢？按照普遍的观念，如果他们不图钱，似乎好像说不过去。在我回答这个具体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中国老光棍找到年轻的越南老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个轻松2个字确切吗？在外人看来好像是很轻松的，其实轻不轻松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肯定比在中国找的难度要小。好，那么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年轻的越南女孩子可以接受一个比她大很多的中国老男人。其实这与他们的开放的思想是有关的。来过越南的人都知道，越南的国际化程度比中国是要高的。说到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中国的经济比越南强很多倍，而越南在大家看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说越南的国际化程度更高？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国际化的程度就一定有因果关系呢？起码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越南和中国的现实就摆在这里。那么为什么我说越南的国际化程度比中国高呢？举个例子，19年我刚到越南胡志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越南字都不认识，只懂一些英文，但是在胡志明的英文普及程度真的是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或多或少的都懂一些英文，从商场的工作人员到餐厅的服务员都懂一些英语，特别是年轻人，就连在菜场卖菜的大妈也会标1-2个单词。所以我在胡志明的生活没有感觉到有太大的障碍。这里说的前提是我没有使用手机翻译的而且在其他的城市，比如岘港、河内这种大城市，就连一些中小城市也有很多人会讲外语。这里的外语不光指英文，还包括韩语、中文以及其他的语言。当然在越南我所见过的会这3种语言的人最多。一般往南边走，英文的普及程度比较高，往北边走会中文和韩语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的思想更开放的原因，有一部分就得归结于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而更开放的思想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接受一些世俗观点所认为接受不了的东西，比方说这个跨年龄的婚姻。因为不光是年轻人的思想开放，老一辈的人也是如此，所以在他们选择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对象时，他们的家庭和周围的人不会给他们太大的心理压力。我老婆家乡农村的一个妙龄女子
就嫁给了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欧洲老男人，而且没有任何人说什么闲话那个男人的年龄甚至比他老爸还大，但是没有任何人说一丁点的闲话。但至于这个女孩子和她的家庭有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没有人说什么闲话，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内，其他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说我的家乡。如果有个女孩子嫁给了比她大30多岁的老男人，不管他是中国人也好，是外国人也好，我想这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当地的一个新闻热点，而且还会持续的火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而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物质，我觉得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是最本质的原因。而心理上面的接受是最本质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人对这个说法会有疑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当初我和我老婆相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什么土豪，只不过我的收入是比她高一点，但是绝对算不上富裕。那么为什么她能够接受我？为了我的钱？不可能，她自己的收入也够养活她自己了，而且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家用。如果不是因为她和她的家人从心理上面接受我，如果光是为了物质的话，她凭什么选择我？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例，其实我认识的人当中这种情况也很多。男方并不是什么富豪，也并不是越南人眼里的有钱人，但是他们就是可以结合。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中越的男女之间，越南年轻女孩嫁给其他国家的也很多。刚才我已经举了一个例子了，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嫁给韩国人的，据韩国官方的一个统计，每年有超过6000个越南女性嫁到韩国。除了这些之外，就算在越南本国，老夫少妻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而且还不光是老夫少妻，老妻少夫的现象也不少。而且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同龄的夫妻也很普遍。所以越南人真的是一种很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年龄差异当然有很多越南年轻女性嫁给外国人是为了钱，或者仅仅是因为崇洋媚外的心理，这些都是现实的存在。而我今天分析的是在所有的这些现象下面的最本质的原因，也就是在心理上面可以接受这个问题，而不需要去承受来自周围人的舆论压力。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拙见，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请点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